1993年秋天，索尼在其游戏主机项目 PlayStation 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宣布他们将正式进入游戏机市场。在那年的10月27日，索尼宣布与索尼音乐娱乐合作成立新公司索尼计算机娱乐 SCEI。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销售家用游戏机和相关软件，同时与第三方游戏软件公司进行授权合作。新公司将由索尼和索尼音乐娱乐公司共同持有股份。索尼在宣布进入主机游戏市场后，立刻采取了行动。紧接着，在第二天，索尼专门为游戏软件开发商们举办了一场技术演示会。据德中辉久的回忆，我们利用在旅行中收集到了名片，逐一打电话给全国各地的软件公司，邀请他们来索尼参观。1993年10月初，索尼成功地完成了 LSI 电路的原型开发。基于该原型制造的系统能够实现3维计算机图形的实时运动。演算屏幕上展示了一只咆哮的霸王龙，并且这幅图像并不是简单的线框图，而是通过纹理影射技术生成的非常逼真的 3D 图像。这些图像是利用系统技术生成的，显示的图像是可以动态运动的，展示了 PlayStation 的强大图形处理能力。久德良木简对他们研发的原型机技术满怀信心，决定向各大游戏软件公司展示这项技术。于是1993年10月28日上午10点，在东京品川五反田的索尼总部10号会议室举办了一场专门为游戏软件公司准备的演示会。来自60家不同公司的300名软件工程师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室中，索尼准备了6台原型机，这些原型机被白布覆盖，等待着展示时刻的到来。在演示会的前一天，德中辉久邀请大贺典雄，时任索尼董事长，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在会议上，大贺典雄说道：“我们的游戏平台 PlayStation 需要得到你们这些软件公司的支持。目前 PS 平台还没有任何软件，请大家帮助我们一起开发游戏。我们将非常感谢你们的合作，索尼公司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项业务。”尽管大贺典雄充满热情的讲述，但现场的气氛依然显得冷漠，许多人心存余力。大多数在场公司的普遍态度是，他们对索尼进军主机市场的态度持怀疑。在真正看到 PlayStation 内部技术之前，他们不愿意决定是否参与这个项目。前一天，所有厂商的态度都是观望为主，看技术为辅。直到10月28日的上午10点，久德良木简迅速揭开了覆盖在原型机上的白布，正式展示了 PlayStation 的技术。演示会场的大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只 3D 霸王龙的动画。周围每台原型机都有50人围观观看，这次展示进行得非常顺利。演示画面清晰且逼真，通过纹理影射技术生成的 3D 霸王龙能够灵敏地响应控制器的指令。恐龙栩栩如生地咆哮着，震撼了在场的所有观众。所有人全神贯注，站着观看演示，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演示持续了半个小时，在场的每一位工程师都始终专注于屏幕。整个会场紧张的气氛溢于言表。最后，画面演示结束，在场的所有人都被 3D 霸王龙彻底震撼住了。在离开时，软件工程师们带着目瞪口呆的表情离开了。久德良木简当时在现场看到这些软件工程师在看完3D 霸王龙后，却一句话都不说，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久德良木简感到很困惑地说道：“为什么我们展示了真实的 3D 动态效果，但他们却没有反应呢？”事实上，在场的工程师们都已经被索尼所展示的内容震撼到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了。虽然这些工程师他们以前见过使用昂贵的硅谷图形系统进行的画面演示，但索尼所展示的 3D 霸王龙图像充满了动感，甚至在画面表现上更为出色。尽管在场的工程师们都亲眼看到了 3D 霸王龙栩栩如生的效果，但他们依然很难相信这样的先进技术能够被应用到家用游戏机上。据久德良木简之后回忆说，当我后来和他们交流时，他们都说 3D 霸王龙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和震惊。毫无疑问，游戏开发者们只有在看到 3D 技术的改变被视觉效果震撼时，才能激励他们为 PS 平台开始制作游戏。久德良木简当时的想法是通过技术的改变激发游戏创作者的灵感，来推动游戏的开发。在 3D 霸王龙的演示后，他的想法策略终于开始见效。这些观看了技术演示的工程师们将会向各自公司的总裁领导汇报情况，说他们在现场看到了非常出色的 3D 图形技术。当天演示结束后的下午，索尼计算机娱乐公司 SCEI 办公室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来电者都是日本的各大游戏公司，他们都渴望了解更多关于这款原型机的相关细节。每个打电话的游戏公司都迫切希望参与到索尼 PS 平台的游戏项
项目开发。由于南梦宫在街机游戏领域有多年的经验，特别是在计算机图形技术方面的积累，因此将这些 3D 图形技术应用到家用游戏机上，对于南梦宫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在1993年6月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南梦宫和索尼方面讨论了 PlayStation 技术。当时他们表示对这种 3D 技术是否能够应用到消费级设备上持怀疑态度。尽管有些顾虑，但南梦宫并没有试图阻止索尼进入游戏主机市场，也没有反对索尼的计划。到了1993年7月27日，在青山办公室举行的第3次会议，这场会议彻底地改变了南梦宫对 PlayStation 主机的看法。当天，索尼使用了高射投影设备、OHP 和演示软件来展示他们的技术成果。这次展示的内容是一个刚刚完成的原型硬件系统，该系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 3D 图形处理能力。演示会上，索尼向南梦宫展示了平滑移动的 3D 物体以及逼真的恐龙。虽然这是早期的演示版本，但足以让南梦宫公司留下深刻印象。在看完演示后，南梦宫的一位街机游戏工程师当场表示：“这太了不起了，很少有什么能让我感到惊讶。在我记忆中，让我真正感到震撼的是 FC 发布时。另一次是南梦宫的系统22，当时全球速度最快的 3D 游戏主板完成时，他感到了震撼。而这次索尼的 3D 演示也让他同样感到了震撼。在看完 3D 演示后，南梦宫方面立马提出了合作。随后，南梦宫软件工程师当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PlayStation 的技术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屏幕叠加功能。南梦宫软件工程师问道：“你们能同时进行2次叠加吗？叠加效果可以极大扩展画面表现力，例如你们可以展示一个大角色被子弹击中并爆炸的动态效果。”久多良健回答道：“当然可以，能够实现2次或多次的叠加效果。”紧接着，南梦宫的另外一位工程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我们需要足够的主机性能来处理大型角色。在之前 FC 和 SFC 中，角色像素大小分别为8像素和16像素。PlayStation 能够处理之前比任天堂平台更大、更多细节的角色图像。在当时，南梦宫公司已经开始使用他们为街机游戏开发的新一代 3D 图形技术及系统22主板。他们正在开发一款基于该技术的新游戏，名为《山脊赛车》。这款游戏起初是为街机平台开发的，但后来成功移植到了 PlayStation 平台，并为 PlayStation 的成功发行做出了巨大贡献。南梦宫的技术主管石村繁一认为，如果南梦宫能够参与到 PlayStation 项目中，并且 PlayStation 的技术也更能应用于街机游戏，那么南梦宫就可以避免为不同的平台重复开发投入资金，从而降低开发成本。石村繁一提到，卡普的街头霸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为街机平台开发，后来又移植到了 SFC 平台。南梦宫方面愿意将 PlayStation 技术用于他们的街机游戏开发，甚至愿意放弃所有与系统22无关的项目。如果他们想要这样做，那么必须在公司内部进行调整。南梦宫对 PlayStation 技术的关注背后有其独特的原因。自1985年以来，南梦宫就开始研发 3D 计算机图形技术。按照石村繁一的说法，我们的目标是在街机市场上实现差异化，因为 3D 技术在表现力方面相比 2D 图像有指数级的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梦宫后来对 PlayStation 技术感兴趣，并想要利用它的原因。当时唯一可用的 3D 计算机图形技术主要用于飞行模拟器，而将 3D 技术引入街机游戏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1989年，南梦宫发布的《胜利竞速》是一款首批使用 3D 图形技术的街机游戏，售价约为1万美元。然而，由于技术限制，每秒只能生成6万个多边形，并且这些多边形只能使用单色填充，导致画面表现效果相当简单，动作也不流畅。这是因为当时计算程序处理有限，这种简单的 3D 技术其表现力远不及当时的 2D 游戏复杂精细。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戏开发者逐渐掌握了 3D 图形技术，并随着技术进步，游戏的性能也在逐步提升。比如1991年的胜利竞速版本，虽然生成的多边形数量不变，但运行速度明显变快。然而在1993年，南梦宫和他的竞争对手在当时都对世嘉推出的 3D 格斗游戏 VR 战士感到震惊。因为这款游戏通过 3D 图形技术彻底改变了游戏市场格局，重新让人们认识到了 3D 游戏的潜力。
许多人原本以为 3D 技术需要到2000年以后才能实现商业化，但 VR 战士的出现证明 3D 技术已经能够在当时的游戏市场中取得成功。南梦宫的石村反一回忆道 ，VR 战士的成功让南梦宫认识到了 3D 游戏的潜力，促使他们加入 PlayStation 项目，并希望利用 PlayStation 的技术在街机市场与世嘉等竞争对手对抗。在当时，街机设备主要有2种类型，一种是售价超过100万日元的大型机器，配备机柜、显示器和电路板；另一种则是只出售电路板的小型设备。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格斗游戏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卡普空街头霸王的出现带来的竞争压力逐渐增大。为此，南梦宫希望通过其最强大的技术武器 3D 计算机图形技术，在市场中掀起一场技术革命，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VR 战士的成功让南梦宫看到了 3D 图形技术在大型商业模式中的巨大潜力。随后，索尼 SCEI 向南梦宫提议开发一款基于系统22的 3D 格斗游戏。然而，南梦宫的公司内部对此有些顾虑，使用系统22来开发游戏只是跟随世嘉的脚步，而南梦宫当时并没有 3D 格斗游戏的开发经验。等到他们完成项目开发时，世嘉可能早已经推出了改进版的 VR 战士。南梦宫的一些开发人员认为，直接与世嘉竞争可能会适得其反。就在南梦宫因此陷入困境时，索尼 3D 技术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石村繁一当时认为 PlayStation 的技术非常适合南梦宫的发展需求，因此他们将基于 PlayStation 的技术开发一款街机游戏，名为《铁拳》。铁拳1994年12月15日发布，紧随 PlayStation 主机的问世，在投放市场后迅速成为了 PS 平台标志性的游戏之一。南梦宫公司之所以决定参与 PlayStation 项目，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据石村繁一的讲述，索尼的提议时机对我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们开始感受到作为任天堂第三方供应商的局限性。当索尼寻求南梦宫的支持时，南梦宫正好也在寻找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两家公司仿佛注定要携手合作，彼此吸引走到了一起。南梦宫曾认真考虑过进入家用游戏主机市场，但由于商业计划不可行，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南梦宫在评估进入家用游戏硬件市场时，他们发现 LSI 电路这一关键部件的制造成本估算为每块超过100美元。单是游戏机中用于处理计算和图形的核心部件之一的成本就已经很高了，这还不包括其他零部件和生产成本。南梦宫如果想要在家用游戏主机市场通过游戏软件销售获得利润，即使硬件亏损，机器的售价也必须控制在150美元以内，并且在前18个月内至少要销售出300万台，否则他们自家的主机平台将会被市场视为失败。而为了准备这18月的库存及300万台机器，意味着需要花费4亿美元的资金，这对于南梦宫来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高额的成本条件最终迫使他们放弃进入家用游戏主机市场。石村繁一后来解释道，我们希望利用从街机游戏中积累的技术经验来生产家用的 3D 游戏机，然而由于超级任天堂无法支持 3D 图形处理，南梦宫方面也没有自己的主机硬件，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找到一个能够处理 3D 图形的硬件平台，这样他们才能将 3D 技术应用到家用游戏主机上。在任天堂的 FC 发布1年后，南梦宫凭借吃到人和铁板阵等热门游戏成功进入市场。南梦宫作为任天堂红白机的第三方供应商，最初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它被任天堂赋予了特权地位。这种特权待遇是南梦宫能从软件销售中获得比其他公司更高的版税，也就是在出售游戏时获得的分成更多。然而5年后，随着 SFC 的发布，南梦宫失去了之前的特殊待遇，南梦宫被降级到与其他第三方软件开发商相同的水平，与其他公司平起平坐。这意味着南梦宫再也不能享受之前的特权，导致公司的利润逐渐减少。南梦宫当时就想自立门户，做自己的主机平台，但这一切都被现实所击败，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就在这时，久佐良木健联系了南梦宫的高层，寻求合作。石村繁一后来回忆道，我问了久佐良木健关于索尼和任天堂之间的情况，久佐良木健方面表示，他们希望制作自己的家用游戏硬件。当我提到我们的公司也有相同的想法时，久佐良木健立刻变得谨慎起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两家公司逐渐从竞争者转变为并肩作战的盟友。1993年秋季，南梦宫发布了街机游戏《神奇赛车》。南梦宫向外界展示了他们在 3D 技术上的显著进步。随着 3D 技术的持续发展，
南梦宫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将山脊赛车移植到家用主机平台。1993年10月28日，索尼在10号演示厅举行的演示，进一步激发了南梦宫开发家用版山脊赛车的热情。帮助索尼 PlayStation 在与世嘉图形的主机大战中胜出，是南梦宫方面必须要做的。为了全力支持 PlayStation 的开发，南梦宫方面决定暂停所有为超级任天堂开发的游戏项目，专注为 PlayStation 开发游戏。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因为南梦宫之前通过为 SFC 开发游戏软件，已经获得了超过100亿日元的收入。南梦宫赌上了一切，他们相信索尼能够给予他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的确，他们赌对了。1994年12月3日，南梦宫的山脊赛车成为了首款推出的 PlayStation 游戏，并大获成功。主机玩家们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家里体验原本只能在街机上才能玩到的游戏。有一段时间，山脊赛车的销量甚至超过了 PlayStation 主机本身的销量。很多玩家对游戏本身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对主机的需求，甚至有些玩家就是为了这款游戏而去买的 PlayStation 的。索尼计算机娱乐公司 SCI 副董事长丸山茂雄之后表示，南梦宫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回顾过去，电子游戏市场就像一局黑白棋，如果你不抢占角落，最后可能会失去一切。而在 PlayStation 项目中，当南梦宫决定加入时，我们就抢占了第一个角落。得到南梦宫的全力支持，对于 PlayStation 来说只是黑白棋局的刚刚开始，之后他们应该如何利用 3D 技术吸引更多的游戏厂商加入他们呢？这些内容我们将在下期 PlayStation 发展史继续讲述。制作视频查找资料不易，如果你喜欢 PlayStation 诞生史，可以在 YouTube 订阅我的频道，为我的视频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